最近在你的社媒推送里，新加坡已经完蛋了无数次，30多个 AI 账号，几百万次点击，异口同声说新加坡石油撑不过20天，要被美国抛弃。这些视频神态自然，论据详实，短短几天，这些视频斩获了超过500万次观看。但当你点开主页，你会发现不同背景的博主，连语气的停顿都一字不差。这哪里是揭秘？这分明是针对新加坡的一场有组织的舆论暗杀。你可能会想，这到底是哪个超级大国在幕后操纵地缘政治？是哪家顶级情报机构在针对滨海湾下大棋？别太抬举他们了，我今天得就这块遮羞布扯下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维度的战略打击，这不过是一场披着民族主义外衣，由 AI 驱动的廉价流量收割实验。在这场所谓的阴谋里，没有特工，没有黑客，只有一堆连新加坡地图都看不懂的代码，在疯狂收割着某些群体的智商税。那么，究竟是谁在批量制造这些赛博垃圾？他们又是怎么把这门生意做到500万播放量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些视频都在造谣什么。最典型的惊悚标题，比如新加坡能源只够撑20天，或者外资连夜大逃亡，滨海湾沦为空城。这种每个新加坡人听了都要摇头的假消息，却在特定的信息茧房里，被几百万毫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深信不疑。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个无聊的网络恶作剧，划过去就算了，但这恰恰是最危险的想法。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前不久已经公开给出了警告，作为一个高度数字化、极度开放的社会，新加坡极易成为外来势力利用 AI 进行恶意信息攻击的目标。当认知战的炮火打到我们家门口，你看到的每一条情绪化视频，都可能是精心计算过的代码。造谣者非常清楚，新加坡的互联网普及率几乎是100%，而且我们是双语社会，信息的渗透几乎没有任何语言壁垒。这就意味着，一旦某种极端叙事在这里撕开一道口子，它就能迅速通过家族群、朋友圈蔓延。他们利用信息差，专门挑动人们对经济衰退和地缘冲突的焦虑情绪，把个别孤立事件无限放大。这不是普通的八卦，这是针对一个主权国家社会共识的定向爆破。既然不是国家行为，那是谁在花钱搞这种爆破？让我们剥离掉这些视频里宏大的地缘政治外衣，看看底下的账本。制造一条宣判新加坡死刑的视频，到底需要多大成本？答案是几乎为零。在过去，搞信息战你需要培养间谍，收买媒体。现在呢？你只需要一个基础版的 AI 大模型账号，造谣者只要输入一段提示词，要求写一篇关于新加坡经济崩溃的文章，语气要煽动，情绪要极端。几秒钟后，文案出来了。接着，把文案扔进 AI 配音软件，套上一个听起来深沉又权威的合成声音。最后，随便找几段毫无关联的其他国家的素材，用批量剪辑工具一键生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成本不到1毛钱。根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报告，目前部分主流 AI 模型对这类生成内容的检测准确率连60%都不到，这就催生了一条极其暴力的黑产流水线。造谣者建立几百个矩阵账号，全网分发。他们关心新加坡的死活吗？当然不，他们唯一关心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能带来多高的完播率，能换算成多少平台的广告分成。每一条激进的评论，每一次愤怒的转发，最终都会变成造谣者账户里跳动的收益数字。这种流水线式的 AI 造假不仅针对我们，斯洛伐克大选前的假录音，各种商业品牌被恶意抹黑，用的都是这同一套底层代码。在这场认知战里，造谣者是精明的商人，而那些跟着热血沸腾、疯狂点赞转发的观众，只是被无情收割的免费劳动力。既然是生意，他们总得找个好卖的题材，那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新加坡？
因为在非黑即白的网络极端叙事里，新加坡多方平衡的中立外交最容易被误读，也最容易挑起争议。在那些习惯了阵营对抗的坏人眼里，你不彻底站队，就是一种背叛，就是所谓的墙头草。但现实世界不是爽文小说，大国外交更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让我们用硬数据来打脸。先说那个最可笑的，能源只够撑20天。事实上，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早就布局了能源四重奏战略，从天然气储备、太阳能部署，到区域电网进口和低碳替代方案，我们的战略储备足够支撑长期的经济运转，这是我们立足的底线，根本轮不到几个营销号来替我们操心。再来看所谓的中资连夜撤离，现实是什么？根据新加坡贸工部和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国连续多年稳居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而新加坡也是中国最大的新增外资来源国。从苏州工业园到天津生态城，再到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两国之间数十个深度捆绑的国家级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双边关系甚至已经升级为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两国的经贸关系早就深入骨髓，官方层面高度互信。新加坡不仅没有像谣言中那样走向衰败，反而凭借着透明的法治和稳定的营商环境，继续吸引着全球顶尖的资本和人才。那些在网络上叫嚣着要制裁新加坡、宣扬资本逃离的声音，根本代表不了主流民意，更违背了最基本的商业逻辑和国家利益。算法操纵下的噪音永远掩盖不了真金白银的选票。面对这种系统性的恶意抹黑，新加坡政府并不是没有动作。我们有 POFMA， 也就是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令，作为法律武器来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进行硬核干预。但这足够吗？远远不够。法律永远只是最后的底线，而且它的反应速度很难跟上 AI 1秒钟生成上万条视频的节奏。在 AI 造假成本趋近于零的后真相时代，真正的防火墙不是某项法令，而是你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我们作为一个成熟公民的数字素养。当下一次再看到那种让人血脉喷张的阴谋论时，不妨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去查阅一下官方的通报和权威媒体的交叉印证。不要轻易让算法决定你的喜怒哀乐，更不要把那些廉价的电子垃圾当成你了解真实世界的窗口。保持智性，保持克制，才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竞争力。你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还刷到过哪些关于新加坡的离谱假新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拆解这些荒谬的逻辑。我是金沙眼三 eye， 我们下期再见。